谢公子谢夫人，里面请。江明月随着谢渊先向神魔剑里得了一个红包之后，转向了老夫人。明月，这位是婉仪。见过婉仪。起来吧，走近些，让我瞧瞧。江明月倒是并不怯场，往宋婉的面前走了几步，落落大方的任他打量。谢渊本以为妻子会紧张，见他竟然大方得体，自豪的同时心里又略微的松了口气。坐吧。多谢婉仪。听小谢说他游历的时候你曾救过他。当时我和几位闺中好友在沅江府游玩，碰巧看到有人落水。你成了亲，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今日我就会离开京都。师傅，这次你准备去哪儿游玩？沅江府。谢渊眼中快速闪过了一抹暗光，躬身朝师父拜了下去。多谢师傅。起来吧，我并不是因为你，我曾经答应过先皇，会替他守好大楚的江山。说虽是这样说，但是谢渊知道，如果不是为了他，师父要怎么会趟这趟浑水呢？师父，婉仪这边，如果他愿意，我会带他一起去沅江府。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有婉仪跟着，师父的安全不仅有保证，还不会被圣上猜忌，无论做什么都是极其方便。最为重要的是，两个人也有了伴。如此弟子也就放心了。师父如需要弟子做什么，只管吩咐。这几日我家里那边应该会有人来，我就不见他们了。具体该怎么给他们说，你掂量着来。好。温柔乡，英雄冢，下半年不可懈怠，好好读书，为明年的会试做准备。是。小谢，你这媳妇儿甚是有趣，以后有时间了常带她来竹林玩。谢渊闻言忍不住又看了眼妻子，他知道明月这是入了宋婉的眼了。是，只要婉仪不嫌我们烦，我和明月一定常常去。看来师父近日打算离开宛平之事还没有和宋婉商量。而这一日，谢渊带着江明月在百鸟胡同待了大半天。申时末当二人离开的时候，宋婉又给了他们许多礼物，说是他们的新婚贺礼。咱们去四味楼吃了晚饭再回去如何？我前天听说他们刚引进了2道菜，其中松鼠桂鱼做的是最好吃，咱们去尝尝如何？好啊好啊，他家的杂烩菜三鲜丸子也很好吃的。你喜欢的话，日后我也可以做给你吃。你怎么会做这么多菜？专门学过吗？在我看来，厨艺小道而已，只要多吃几次就知是怎么做的了。如果你不读书的话，倒是很适合当厨子。即便是读了书，我也可以当厨子，只当你一人的厨子。我觉得我真是上天的宠儿啊，所以他才会将这么优秀这么好的人赐给我。真是巧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日等你姐姐回了门，后日清晨我就动身回阮江府。好，儿子知道了。听儿子同意了，沈冰溪心里是既高兴又有点难过。你姐夫在后院开了个小门，日后你们往来会方便许多。我准备让素娘余姓搬到你姐夫那边，16余根留下来照顾你。平日里你可去小渊那里吃饭，你意下如何啊？我听母亲的。那就这样定了。明日我和明月、小渊说一说，这样往后你们生活都方便。母子二人说话之时，隔壁没想到婚礼还结余了50两银子，明日陈柔会将银子交给苹果，你收着留着家用。你留着傍身吧，我这里有钱的。成。困了？2夜都没睡好呢，你不困？谢渊精神抖擞地看着江明月，要知道这2夜出力的都是男人，他怎么一点都不困呢？相公，婉莹是什么人啊？怎想起问这个了？今日他给的礼物中有一块暖玉做的玉坠，所以我有些好奇。谢渊知道妻子应该是猜到了什么，只是在向他求证呢。婉仪乃是大长公主。沈先生和婉仪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只不过当初圣上为了收回兵权，稳定朝纲，将大长公主下嫁给了镇国大将军。后来镇国大将军战死，婉仪带着女儿回了京。那时2人都极为克制，毕竟他们的身份对他们的约制太多。7年前，婉仪的女儿突然病逝，她承受不住打击，生了一场大病，
眼看已是命悬一线，师傅冲破重重阻碍，走到了婉仪的身边，陪伴她，照顾她。后来婉仪康复后，就搬到了宛平县。从那以后，师傅只要回来，都会去看看她。哦，那师傅因婉仪终生未娶。没想到沈先生也是一位长情之人。谢渊嗯了一声，察觉到男人一双大手不老实起来，江明月抓住他的手，在他怀中寻了个非常舒服的位置，闭上了双眼，睡觉。而看着妻子这般的困，谢渊极致的克制下蠢蠢欲动的传家宝，没舍得再折腾他。这一觉，江明月睡得极香。啊，是不是变天了？睡好了吗？睡好了。明月，明月，明月，明月。素娘应该认识婉仪，于庆跟我说，当让他看到婉仪，激动的泪流满面，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几度想要上前。晚见婉仪离开时，他还曾偷偷的跟上去，追了很远。他说他是江淮人。素仪说他出生在江淮，但并未在江淮待多久就离开了。谢渊闻言陷入了沉思之中。中秋节时，他去了京都。我怀疑京都应有他的亲人。江明红将自己猜测说了出来，谢渊的眼中暗芒一闪，不由得坐直了身体。难道……姐夫，你是不是猜到什么了？不过是不是如我猜的那样，还需要验证。你打算如何验证？明日我要去一趟京都，托人调查一些事，等结果出来，我就知是不是如我猜测的那样了。哦。三人用过晚饭之后，一同进了书房。谢渊、江明红坐在一起读书写文章，而江明月坐在二人的对面，继续画设计图、设计冬装。这期间，男人要是空闲了呢，就会坐在江明月的旁边看他画画。江明红全神贯注地写完一篇文章，本想着请姐夫帮忙看一看，一抬头，见姐夫不知何时坐到了姐姐身边。江明红忍不住地瘪瘪嘴。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啊，他第一次知道谢渊竟这般粘人。他收拾了文章，想着江婷也该来了，并没有打扰二人卿卿我我，悄悄地走了出去。谢渊抬头望了一眼离开的人，低头继续画。江明月看男人画得很认真，悄悄地将怀中的小册子拿了出来，再有4页他就能看完了。谢渊用妻子教的方法画了个苹果，低头本想问他画得好不好看，谁知看到的竟是一幅让人面红耳赤的插图。你是怎么找到的？就是在书架上找的呀。什么时候找到的？昨天。看了多少？男人开口之时，快速将妻子怀中的小册子拿了出来。2页，再有4页我就看完了。你说过咱们成了亲，我就可以看的。谢渊嗯了一声，然后将册子丢到了一边。光看有什么意思？书桌好硬，我不要在这儿。你先去洗澡，我要歇会儿。一起？不要。他现在对男人一点都不信任，再来一次，他的腰非得断了不可。成吗？谢渊也担心自己会再次把持不住，穿好了衣裳，先一步离开了书房。谢渊洗了澡回来，就见到头发凌乱、小脸粉红的妻子正在看画本子。此时的明月浑身都透着一股慵懒和贪俗，目光从他脸上缓缓下移，看到他那精致的锁骨上都是斑斑点点，谢渊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感觉衣服里又有了一些动静。他闭了闭眼睛，默默地念了一遍静心咒，觉得自己早晚得用上补肾的药。看完了吗？
还剩1页。江明月翻到了最后一页，感觉男人落于他身上的目光逐渐灼热起来。他挑挑眉，仰头，对视上的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眼。流氓！谢渊低笑出声，于媳妇身边坐下来。是不是很好看？当时是不是卖得很好啊？因这本书我大赚了一笔，往后2年都没有为钱财的事发过愁。当年书铺的掌柜还和我商量是不是再加印一些，不过被我拒绝了。怕影响到名声？主要我也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别看了，苹果春杏你已准备好了洗澡水，我帮你去早见。我马上就看完了。谢渊看着重新看着画本的妻子，替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头发，动作轻柔地帮他梳好，为他简单地挽了个发髻。一会儿过后，江明月心满意足地合上画本，转身笑意盈盈地朝男人伸开了双手。爸。谢渊笑着轻轻松松把妻子抱了起来。相公，以后有时间了再写一本弱画，我想看。这对谢渊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儿，所以他很干脆的就答应了下来。什么事？京都来了一封信。谢渊闻言也就知道他托那个人调查的事情应该已经有了结果。谢渊拆开了信，坐了下来。事情果然和他猜的一样，素娘应该就是程素素，是婉仪和郑国大将军的女儿，是那个已经暴毙了7年的人。已经暴毙7年的人不仅还活着，还被人毁了容，下了大寒之物，还囚禁了好几年。这当真是有意思呀。谢渊几乎没有费脑子就已经想通了其中的爱恨情仇。程素素还活着的事情他并不打算告诉婉仪，甚至只要程素素不主动和他坦白，他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明月和弟弟那里倒是可以和他们说上一说。铁叔，你这时候回来，可是京都那边有什么事情？进入京都后，我花钱请了2个丐帮的人，守在流港胡同的附近，帮我监视陈家。今日我从他们的嘴里知道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啊？前些时候，陈家来了一位表姑娘，说是来自于元江府。巧的是，那位表姑娘也姓江。少爷，要不要查一查这位姓江的表姑娘啊？哼，不用查了，我已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窍。这次我的那位好姨父还真是帮了咱们的一个大忙。江平不解地看向了江明红。你们没来之前，张仲月的心腹孙良曾经来过一次京都，他特意见了陈富贵2人，向他们打听我们姐弟的事。这就是爹娘收到陈富贵传信的原因。后来陈富贵夫妻不知何故得罪了一位姓田的同僚，偏偏那位同僚的侄女前些时候被2皇子收入了府中。据我所知，那位同僚近来一直都在针对陈富贵。江明红将前因后果和江平讲述了一遍。他胆子还真不小。哼，他为了往上爬，什么都做得出来。不过有了这位假的江明月在明，我和阿姐反倒安全了。这次还真是连老天爷都在帮他们。陈富贵这是自作孽不可活。铁叔，稍后我写封信，你想法子传到阿爹的手里，有爹配合陈富贵，应该能牵制住张仲月的人。我有件事要和你们说。巧了，我也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你先说。前些时候，我将平叔派到了京都，他刚才回来告诉了我一件事。咱们的那位好姨父家前些时候来了一位表姑娘，巧的是那女子也来自远江府，也唤江明月。陈富贵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前些时候张仲月的心腹孙良曾找到过他，而他知孙良是大皇子的人，因陈军出嫁，他和一姓田的同僚结了怨。据我所知，这位姓田的同僚近日一直都在针对他，陈富贵的处境很是艰难。咱们这位姨夫还真是位人物，反倒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是啊，有这个假的江明月在明，未来我和姐姐就安全了许多。此时你可告诉岳父了？我已和阿爹写了信。你们是说这位假江明月的事情是姨丈自导自演的？而谢渊、江明红对视一眼，同时朝他点头。只是为了解困？不，是为了往上爬。他不要命了？阿姐，富贵险中求，再则对于他这种极具野心之人，命又算得了什么呢？真是疯了。这算什么？我这里还有几个疯得很厉害的。我之前曾跟你说过，大长公主下嫁给郑国大将军后生有一女。你曾提到过一句，她几年前病死了。她可能没死。没死？江明月还是有些不太明白。姐夫，你是说？谢渊看弟弟已经猜到，轻轻点点头。你们在打什么谜语呢？素娘应就是大长公主和郑国大将军的女儿，
相公，没有搞错吗？应该没有。大长公主的女儿名唤程素素，今年31，素娘名字中也带一个素字，且30出头。素娘说她是江淮人，巧的是，大长公主下嫁给镇国大将军后，曾随着她到江淮生活了3年，她就是在那3年出生的。之后镇国大将军战死，大长公主带着还年幼的她回到了京都。所以程素素是在京都长大的。不错，如果素娘是程素素的话，也就能解释得通她当初为何进京了。根据我调查的信息，程素素和沈瑜的娘李月婷乃是闺蜜，这也就是她为何看到沈瑜时会恍惚的原因。如果素娘是大长公主和镇国大将军的女儿，那她的身份是何等尊贵，怎会沦落到这般田地？再就是咱们成亲那日，她明明已经见到大长公主了，为何没有上前相认，诉说自己的冤屈呢？你们成亲的时候，大长公主来了，谁？就是婉仪。原来她是长公主啊！这2个问题问得好。她之所以会沦落到如今这般田地，应该和她的丈夫武威将军有关。武威？程素素的丈夫是武威将军？你知道？江明红嗯了一声，陷入了沉思。你是说素仪变成今日是武威将军害的？宠妾灭妻8九不离10。他怎么敢呢？所以我才说他是疯子，一家人都是疯子。咱们不告诉婉仪吗？他自个儿都没想过要和婉仪相认，咱们还是不要多此一举了，免得好心办坏事。再就是他没有几年好活了，婉仪好不容易才从悲伤中走出来，我不想她再经历一次丧女之痛。她都这样了，却从未想过报仇，我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咱们就当什么也不知好了。娘3天前已进入元江府的地界，以她的速度，现在应是和爹会合了。娘信上提到了一事，那些追查我们下落的人已相继离开，想来是贾明月的事情已经起到了作用，接下来就看爹爹的了。以咱们爹爹本事，和张仲岳斡旋个3、4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的小妻子倒是很信任岳父大人，也很崇拜岳父大人呢。之前我还有一些担心，张重岳的人找过来后该怎么办。现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都安全了。即便是找过来，我也能保护你们。哼，我当然知道你能保护我们啦。在我的心里，你和阿弟都是最厉害的人了，没有什么事能难得过你们。那还担心？担心啊，万一你因保护我们受了伤，我还不得心疼死啊！他轻轻地在男人怀中蹭了一蹭，用他最软糯的声音说了一句最为霸道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伤害你，别人我都不许。谢渊黑沉的眸中逐渐露出了一抹笑，那比糖还甜的滋味与他心头扩散，他忍不住的低头亲了亲怀中人儿。在这个世上，我只给你这个权利。阿姐，这是你的弟妹江明月。姐姐。哎，冷不冷啊？不冷，我和相公是坐马车来的，相公怕我冻着，还特意放了个小火炉。姐姐进来可好？本来成亲后我们就该来拜见姐姐的，谁知竟拖到现在，还望姐姐勿怪。只要你们都好好的，阿姐也就放心了。小渊落水的事情我已知道，明月，谢谢你救了我弟弟。我那次救人可救得不亏，竟救出一个相公来。谢渊逗着宋兰玩的同时竖起了耳朵，看得出来姐姐很喜欢明月。江明月二人聊了会儿天儿，隔阂生疏感逐渐消失，江明月也慢慢的放松下来。不过二人都知道他们的时间不多，所以克制的聊了一会儿之后，江明月就把宋兰抱进了怀里，让谢渊和谢柔说话。你眼光不错，明月是个好姑娘，以后好好的对她，可不许欺负人，知道吗？谨遵阿姐的教诲。年后好好温习，为了明月你也要高中啊。好。天气冷，带着明月早些回去吧。我和兰儿都很好，不必为我们担心的。姐，新年快乐。姐姐，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要不要在京都逛一逛？这2日方氏那边应会很热闹。江明月闻言有些异动。咱们逛完，中午可到方氏附近的如意楼吃饭，下午再回。我听相公的。饿了吧？
快尝尝这些菜合不合口味。江明月吃小酥肉的时候，陈富贵一家5口，外加那个江明月走进了如意楼。我来点菜，你们先去寻位子。好。沈娇娘的视线第一时间落到了谢渊、江明月的身上，实在是这2人太过于出众，想不注意到他们都难。看到他们对面的座位无人，沈娇娘心思微转，带着孩子们朝他们走了过来。这位公子夫人，不知能否和你们拼个桌？当然可以，您请坐。多谢公子夫人。我夫家姓陈，平日里大家都唤我陈婶娘子，不知您怎么称呼？陈、沈，江明月的呼吸忍不住急促了一下。敏锐如谢渊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妻子异常，同样也猜到他这会儿在想什么。桌子底下，他安抚地握住了妻子的小手。我夫家姓谢，这几位都是你的孩子吗？大的乃是我的外甥女，姓江，其余3个才是我的孩子。沈娇娘想要结交他们，而江明月呢，想从他嘴中套出更多的消息。2人就这样聊了起来。相公，这位是谢公子，旁边的乃是他的夫人，2人都是良善之人，愿意与咱们拼桌，不然咱们这么多人还真没地方坐。多谢公子了。不客气，出门在外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你请坐。陈富贵坐下之后，主动和谢渊攀谈了起来。谢渊则是4两拨千斤，看似说了很多，但仔细咂摸却又没什么透露，甚至还举一反三地问陈富贵是不是衙门中人。谢公子是怎么看出来的？刚才点菜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谢渊2人。这谢渊应该家境殷实，但是和谢渊聊了一会儿之后，陈富贵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一股压力。要知道，即便是在孙良的面前，他也从未觉得有这么大的压力，这让他推翻了之前的推测，态度也悄悄地改变了一些。今日他们还真有可能遇到大人物了。看鞋，你脚上穿的乃是宫靴，且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应是礼部的官员吧？听谢渊这么淡淡的说完，陈富贵微微的一惊，更加肯定谢渊是衙门中人，而且应该已经混迹在衙门好几年，要不然不会那么了解各衙门宫靴的区别。谢公子当真是慧眼独具。礼部姓陈的官员并不多，且我大都认识，你看起来有些眼生，不知道如何称呼你。陈富贵听了这话，眼中快速闪过了一抹金光，今儿真的遇到贵人了。我叫陈富贵，不知公子怎么称呼？我在家排行7，你叫我谢七即可。原来是谢七公子。说来真是奇怪，虽是第一次见谢娘子，我却觉得谢娘子很是面善。江明月看着面前的小姨，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没想到今日进京竟会巧遇他们。是啊，我也觉得婶子很亲切呢。是吗？那咱们还真是有缘。我家住北罗胡同第3户，日后无事咱们可以常联系。陈富贵听着2人的对话，如果不是不合时宜，他都想冲着妻子竖个大拇指了。很明显的，想要结交谢妻很难，但他妻子不一样。可平静下来了？真没有想到今日竟遇到他们了。是啊，还真是巧。小红是对的，陈富贵不简单，你们之前的确不能和他联系。谢渊说的没错，通过这短暂的交流，他感觉得出来，陈富贵这个人圆滑，而且城府极深，单纯的明月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如果当初姐弟2人真的上京投奔了他，最终恐怕会沦为陈富贵手中的棋子儿，被他吃得连渣儿都不剩。你今日做得很好，谢七妻子看起来是位很单纯的人，你可慢慢结交她。我刚才并未说谎，谢娘子的确有些面善，我很喜欢她呢。那就更好了，结交时真诚最能打动人了。走吧，我带你们好好的逛一逛。到了未时，江明月2人回到了家中。谢渊看妻子急匆匆地进了书房，知道他定是要和弟弟说陈富贵的事儿。他们可有认出你来？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你们是怎么遇到他们的？江明月当即将他们遇到陈富贵一家的过程给弟弟说了一番。还真是巧。是啊，我当时吃惊的不得了，如果不是相公在我身边，我恐怕很难保持冷静的。你们没有露出破绽吧？谢渊摇摇头。经过我还看到了那位冒充我的人。如何？只能说陈富贵很会找人，那少女呢小家碧玉的，一看就是南方姑娘，虽不算顶顶好看吧，
却十分耐看。再就是一口的原江府口音，想来他为了找这么一个人费了不少功夫呢。他既然敢让人冒充姐姐，那肯定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轻易不会露出破绽，要不然也骗不过孙良。说来也是奇怪，孙良就没有想过去远江府查证此事。陈富贵说那少女是江明月，他就信了。人都是盲目自信的，况且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陈富贵胆子那么大，再加上岳父的配合，他自不会对假江明月的身份起疑。过完年还未出15呢，今年宛平县的县试时间就出来了。谢渊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时间也很紧，所以我为你制定了一课业表。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为你再串一遍四书五经，这次只讲重点以及考点，然后就是温习一下文章写法。作诗这是你最擅长的方面，可以适当放松一些，你意下如何？我听姐夫的。成，我这里有历年来的县试卷子，我会根据这些卷子出一些跟县试试题相似的试卷，让你提前熟悉一下考试的感觉。好，多谢姐夫。二人学习期间，江明月会进来给他们送些吃的、茶水等等。每一次呢，他都是悄悄的来，再悄悄的走。看着弟弟每日那么辛苦，他虽然心疼的不得了，却什么都没说。付出才会有收获嘛。就这样，大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阿姐，我进来长得很快，这衣服虽合身，恐怕很快就不能穿了，为何不做得大一点？你姐夫说考场的环境很差，且四面漏风的，衣服要做得贴身一些，这样呀，也不至于松松垮垮的跑风。姐夫呢？实在是他回来有一会儿了，却没见到姐夫，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要知道，自从和姐姐成亲之后，姐夫就甚少出门。去衙门了。你姐夫说这2天就要排桌位了，他去和衙门里的人说一说，即便不能给你排一个好位置，那也不能太差了。姐夫有心了。咱们是一家人嘛。不过等你考中了童生，别忘了请你姐夫喝一杯。这段时间为了你的事儿啊，他没少费心呢。江明红点点头。谢渊回来的并不算晚，彼时江明月刚刚洗漱完。事已办妥，你先休息，我马上就来。相公辛苦了。时间过得很快，2月16，寅时还未过半，江明月3人已经起了床，只因为今天是县试的日子。有些人雨伞撑得较低，小心一点，别被伞伤到了脸。我会小心的。天冷，姐姐姐夫，你们快回去吧。不急，等你进了考场之后我们再回。好像人晕倒了。这时候晕倒恐怕很难再参加县试了，之前的努力算是白费了，又要苦熬1年。想到这儿，江明月看着身边的人，咱们去看看如何？谢渊闻言立刻猜出了妻子心中所想。可二人叮嘱了小红2句，撑着伞走到前面。谢渊一看是一寒门子弟，动了恻隐之心。再就是少年郎前后之人较为心善，第一时间就为他遮住了雨。总的来说，他并没有淋多少雨，应该很容易就能救醒。你在这等我，我去看看。好。江明月看着谢渊走到少年郎面前蹲下，也不知按了什么穴位。一会儿过后，少年郎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你可还好？少年郎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谢渊问他的问题，先是快速扫视了眼四周，发现自己还在队伍之中，顿时放松了下来，对谢渊道起了谢。多谢这位先生。你寒气入体发了烧，需要尽快医治。多谢先生提醒，小子晓得了。谢渊看少年郎并没有弃考的打算，不再多言。驱寒的，希望能帮到你。多谢先生。少年郎接过药，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他望着离开的2个人，将谢渊的容貌记在心里，朝前后2人道了谢，
强忍不适，继续排队。担心小弟？我还有些紧张。不用担心，也不必紧张。以小弟现在的才学，童子试对他来说是10拿9准的事。我知道，可还是止不住的忐忑。谢渊收起了药膏，伸手将媳妇儿揽于怀中，温声道：“我给你读书吧。”好啊。谢渊拿着书读了一会儿，听着怀中的人儿呼吸逐渐平稳下来，看他睡着了，他招来苹果，示意他将毯子拿过来。谢渊接过毯子，紧紧地包裹住了媳妇儿，确定她不会冷，这才开始读书。再说林家村，陈娟看着丈夫，心情有些不静。夫君可是在担心私塾里的学子们？今日天不好，雨落个不停，也不知他们从家里出来有没有带伞，有没有穿得厚实一点。你放心，这几日天一直都不好，大家家中长辈都有成算，怎可能不带伞呢？我倒是不担心住在县里的人，我是担心那些像我一样出身寒门的人。我比谁都清楚，他们能走到今日有多不容易。如果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受了寒而无法参加县试，那实在太令人惋惜了。甲班里贫苦人家的孩子很多吗？不多，只有6人。林寒山将6人的情况和妻子说了一番。他们可能考中，运气好的话6战1吧。他们基础不好，今年只是先提前让他们下场适应一下，等明年后年，应就8、9不离10了。这几日我随娘进县城，听大家都在猜各个私塾今年能够中多少人。相公，于氏私塾今年是什么情况啊？一半是不成问题的，其中于纯、江明红、李安、赵翔等13人必中。啊，江明红？哎，怎么了？陈娟快速稳定住了心神。啊，没什么。向来是同名同姓之人，况且他表弟已经病逝了。想虽是这样想，但陈娟还是多问了一句：“姓江的那位学子，可是咱们宛平人？”我真是傻了，怎会问这种蠢问题呢？相公看书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林寒山望着离开的妻子，微微地挑了挑眉。他好像对江明红的事情很好奇。别人不知江明红姐弟2人的底细，可他是知道一些的。这妻子难道认识江明红？可看他刚才的样子，又有点不太像。林寒山想不明白，暂时将这事压于脑后。他收回心神，开始专心看书。第3日，江明月、谢渊、江明红一大早的就来到了衙门。人可真多呢，咱们来晚了。无妨。谢渊扭头示意的看了一眼陈荣，陈荣点点头，很快的就挤进了人群之中。上榜了！2人正说着话，陈荣挤了出来，一脸喜色。我在小圈第3名，找到了明红少爷的座位号。不错。第3名吗？没想到沈瑜都走了，他还是没能拿到第1名。不过宛平这般大，有几个才学比他好的也正常。都是姐夫教的好。咱们该出发了。今日小红应早早的就交卷了。为何？朱父一般比正常的难度要小一点，且不会再考贴诗。以明红的速度，这会儿应已做完，所以我猜这次他应早早的就交卷了。哦。谢渊帮妻子梳好头，询问道：“带哪个发钗？”臧明月望了一眼镜中的自己，男人梳的真是越来越好了。咱定亲的时候，你送我的那根。姐夫、姐姐，这位是齐思勇，齐兄。谢渊、江明红只是一个眼神的接触，谢渊早已明白小舅子在想什么。见过先生，多谢先生前几日的搭救之恩，永嗣现在身无长物，囊空如洗，只能日后再报答先生了。医者父母心，既碰到了，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再就是举手之劳的事罢了，你不必放在心上。齐兄，咱们也算是有缘。再就是刚才你说的，红还有很多不解之处，想再向齐兄讨教一番。如果齐兄不嫌弃的话，可愿来我家中做客？哟，看来弟弟很喜欢这位齐永思呢。难道他和沈瑜一样，日后成就不凡？不过还真看不出来。齐永思犹豫几息之后，还是答应了下来。他受了谢渊天大的恩惠，自然想报答一二。2月底，春意渐浓。中了，少爷中了，第2名。弟弟恭喜啦，第2名呢。不错，谢谢姐夫、阿姐。江明红真的被惊喜到了，他以为自己会是第3名，没想到最终结果出来竟是第2名。第1名
可是齐永思。对，第1名正是齐公子。第3名呢？徐湛。和他想的一样。我的同窗方寒可中了。方少爷在中上游之位，除了方少爷，奴才还看到了于少爷、李少爷。姐夫，看来大家都考得很不错呢。江明红这一天过得可极其充实，先是和齐永思一起吃早饭庆祝，紧接着是回了私塾，中午和大家一起来庆祝。到了晚间，姐夫亲自下厨为他做了2道菜，虽然大部分都被姐姐吃了，但江明红依旧是很开心。用过了晚饭，他又抓紧时间给爹娘写了一封信，随姐姐的信放在一起寄了出去。可以为4月份的府试做准备了。好。接下来的1个月你是怎么打算的？沈瑜昨日已派人传来音讯，要我去京都。未来一段时间，我会和他一起温习。我已说服齐永思，他会随我一起，到时我们3人一起温习。谢渊颇为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明红，天才都是骄傲的，齐永思也是如此。他竟能说服齐永思和他一起去京都，他只能夸句好本事啊！真不想逛逛。我可不想再出什么事儿。上一次碰到小姨一家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还是早些回家的好。年后姨丈可有派人来打听我们？京都姓谢的人不少，他排查一番后，将注意力放在了谢侯府。他以为你是谢侯府的人，他注定要失望了。谢渊点点头。要不要买只烤鸭带回去？好呀，如果能再买一点芝麻酱就更好了。而就在2人去买烤鸭之时，北罗胡同。阿娘，表姐和小菊也都已经大了，你和爹是怎么打算的？先不急，再等1-2年看。沈娇娘很清楚丈夫打的是什么主意，可以说这个假江明月和小菊的事儿，她现在是都做不了主的。陈娟闻言很识趣地转移了话题。说来也巧，相公的私塾里有个和表弟同名同姓之人，这次参加县试。陈娟看着地上摔碎的茶杯，微微挑眉，不解地望向了母亲。同名同姓？对呀，对方也叫江明红。沈娇娘心猛地一跳，不由得抓紧了手中的帕子。宛平人？自然是宛平人，不然他也无法在宛平参加县试啊。沈娇娘闻言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松开了手中的帕子。哦，考得如何？甚是不错，县试第2名呢。那是不错。回去了，你向女婿多打听打听那位江明红的事儿，回头讲给我听。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又叮嘱一句：这事就不要告诉你爹了。陈娟闻言不由得紧蹙双眉，表弟已经死了，只是一位同名同姓的人罢了，母亲好像有点太过于伤心了。她总觉得爹娘近来好像有事在瞒着她。不过陈娟知道她已经是出嫁女，所以她很聪明的没有问。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突然不想吃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江明月只是觉得今日的鸭腿有些油腻。不想吃就不吃了。谢渊说着，将搅拌好的炸酱面递给了江明月。还是相公做的好吃。谢渊看江明月食欲甚好，以为他只是挑食，并没有多想。哟，稀客呀，今日哪阵风将你给吹来了？最近一直都在温习，再加上明红参加县试有点忙。难道不是娶了媳妇的缘故？近来药堂生意可好？难为你还能想得起药堂。明日我准备进山采药，你可要随我一起。行，我将明月也带上，顺道进山玩玩。栾毅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然后好奇地问他：你媳妇肚子还没动静呢？动静？谢渊反应了一息，这才明白栾毅是什么意思。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来，我给你把把脉。谢渊的脸瞬间就黑了。我身体好着呢，暂时我们还不打算要孩子，明月怕疼。就你深情，我对面开早食铺的老张的孙子今年也入了私塾了，他儿子比你还小2岁呢。你不急？不急，孩子早晚都会有的。我日后无论怎样都比你这个孤寡老头好。正想将人赶走，伙计跑了进来，低声道：周居士来了。周居士是谁呀？你帮我应付一下，就说我不在啊。谢渊看着一溜烟躲起来的栾毅，微微挑挑眉。有意思啊，这个栾毅竟没有干净利索的处理干净，而是躲起来了。
你应是谢举人吧？不知居士是？我姓周，自年轻时就守了望门寡，当时不愿再嫁人，就在自家修了一个小祠堂，所以人称周居士。一会儿栾大夫要是来了，还劳烦你帮我转告一声，让他不用躲了。往后我不来了，但我不会放弃的。哟，这妇人不简单呀。不过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栾毅动心吧。出来吧，人已走了。刚才人家的话你可听到了？被谢渊一脸戏谑的盯着，栾毅脸上罕见的露出了一抹尴尬。说说这位周居士是怎么回事？也没什么。没什么，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我看这位周居士甚是执着，和以前那些人不同。唉，半个月前我上山采药，偶遇这位进山游玩的周居士。那时他被毒蛇咬伤，眼看再不施救就有性命之危。当时我并未想那么多，想着救人要紧。他伤到哪儿了？栾毅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指了指肩膀。周居士和之前的那些人可不同，你虽是救人心切，却毁了人家多年清修。不是我说你，你既然做了，就要把责任担起来，躲起来算是怎么回事？还是男人吗你？再说你多大，人家多大，你心里没点数？人家都不嫌弃你老牛吃嫩草，你反倒还扭扭捏捏推三阻四的，真是矫情。其实栾毅也知道谢渊这个狗东西平日里装模作样的时候看着挺像那么回事，但其实一旦情绪暴露，用词就不那么文雅了。你是知道我底细的。你什么底细？你姓栾名义，是谢家村人，底细清清白白的。这成吧，就算我底细清白，你刚才也说了，我都一把年纪了，娶一个比我年轻10几岁的算是怎么回事啊？别告诉我你会在意别人的流言蜚语。再则大10几岁咋了？旁边开酒楼的不比你大，人家前年不是照样纳小。再说有嫩草吃谁吃老啊？只要俩人觉得好就行，什么嫩啊老的，人家嫩草愿意让你啃就行。你真不觉得我年岁有点大？现在还不明显，再过个10年20年的，我已7老80，他还年轻，我不想耽误他。你想的可真够长远的，活好当下即可。人生无常，谁也无法保证我们就一定能寿终正寝。难得遇到一个和自己眼缘的，别让自己的人生留有遗憾。不得不说，谢渊这一席话让栾毅豁然开朗。谢谢了。谢渊看他想开了，微微一笑。不客气，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到时候尽管说。放心，我是不会给你客气的。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没想到栾伯父老了还有这样的缘分。是啊，他前半生过得太苦，我希望他后半生能幸福。能不能和我说说栾伯父的事？栾伯父本不姓栾，而是姓伯，出生在医学世家。怪不得栾伯父医术这么好呢。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国家出了2位医学天才，一位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的大伯。2人常常以奇招怪法治病救人，很快就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存在，被人誉为神医。因为这响亮的名头，引来很多求医之人，这其中不乏一些权贵。当年楚侯爷的小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楚侯爷接连请了好几位太医，都声称楚小公子得的乃是一种绝症，治不好。楚侯爷自不愿意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时他的亲信告诉他，闽州有2位郎中被当地人视为神医，说不定可以救小公子的命。楚侯爷半信半疑地将栾伯父的大伯请到了京都。然后呢？伯神医可治好了楚小公子的病了？治好了，因此他得到了楚侯爷的赏识，被楚侯爷留在了京都，甚至还在京都为他开了一家医馆。一时间他的名声大噪，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的，甚至还被先皇召见过几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京都的人只知伯神医，而不识其他大夫。久负盛名可不是什么好事。他这样说可以说是断了别人的活路了。是啊，那时候太医院的人已对伯神医有了看法。当时性格温和的郑太医曾特意找过伯神医，大意就是让他给其他大夫一条活路，达成共识，这样对大家都好。这倒是实话。伯神医没有同意吗？谢渊点点头，继续给他讲。伯神医自命清高，将郑太医臭骂了一顿，说太医院的人都是庸医，不配当个大夫等等。他这一行为算是彻底惹怒了太医院的人。从那开始，两方是时常赌斗医术。闽南这边，栾伯父的父亲看哥哥久居京都，一直没回，放心不下，从闽南来到京都，知道了哥哥和太医院的事情后，劝伯神医和太医院的人道歉，并和他回闽南，
说他再这样下去，早晚会给薄家招祸。只可惜那时的薄大伯早已被功名利禄迷住了眼睛，并未听弟弟的劝告。兄弟二人为此还大吵了一架。栾伯父的父亲一气之下回到闽南，立刻给栾伯父改姓，将他逐出了家门，同时就遣散了薄家的大部分人。栾伯父的父亲还真有先见之明。是啊，栾伯父的父亲是个很睿智的人，他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为薄家留下一点血脉。所以薄家最后出事了。将栾伯父逐出薄家的第5年，薄神医和太医院的人再次斗医术时，因自持过高，渐渐害死了端王爷的女儿。端王爷？他是婉仪和圣上的弟弟，虽不是一母同胎，但因自幼养在先太后膝下的缘故，3人感情甚好。先皇登基那年曾遇到过一次自杀，当时站在他身边的端王舍身救下了先皇，最后他虽活了下来，但身体却垮了，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是疼爱。可现在唯一的女儿却因为薄神医死了，端王爷大怒之下将薄神医打入了天牢，随后撑着病体进了宫。端王本想请旨诛薄家9族，恰逢那时我师父在宫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拦下了端王。诛9族的圣旨改为了薄家所有男丁发配到边疆苦寒之地服役，且3代不得行医，薄神医秋后问斩，这才平息住端王的怒火。后来呢？栾伯父怎会来京都的？薄神医在牢里的那段时间，不忍自己一生所学就这样随着自己长埋地下，临死之前写了一本医书，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并留下一封信，说是愧对薄家列祖列宗，希望日后薄家后人能够进京取走医书。哦，原来这就是栾伯父进京的原因。那他拿到医书了吗？拿到了，不过医书的事却因此泄露了出去，栾伯父差点为此丢掉了性命。机缘巧合之下，是我救了他。原来你们是这么认识的啊！当初为了帮他摆脱追凶，我将他落户到了我们村。那时村中正好有一姓栾的孤寡老人，我们答应会帮他养老送终，他就这样认下了栾伯父，说栾伯父是他失散多年的弟弟。如此，我帮着栾伯父重新上了户籍。此事可有隐患？没有，那位姓栾的孤寡老人前些年已死了，栾伯父现在的底细再清白不过。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谢渊笑着亲了亲媳妇儿，这点你不早就知道了？你是江明宏？正是小子。这封信是你写的？是小子。我平生最不喜别人骗我。信中句句属实。他当真还活着？还请道长稍等片刻。他回屋拿出了从素娘那里要来的帕子，重新回到正堂递给了长生。长生接过帕子仔细瞧了一番之后收了起来。他在哪儿？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之前，我不能告诉你。长生闻言，双眼中的神采慢慢的暗淡下来，过了片刻这才问：他现在可好？素姨很好，天天开开心心的，你不必为他担心。还希望道长不要做傻事。活着的长生比死了的长生对他更有用，他很清楚长生在上清观的地位有多么的高。你知道我想做什么？猜到了，道长在沧州待了2年，不就是想弄清楚素姨到底是病逝还是被人所害？他怎么知道自己这2年都在沧州，又怎么知道自己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再就是我知道你和素姨的过往，不知道她的死讯也就罢了，知道了你是一定会前往沧州祭拜的。即便他那么伤他都不愿意报仇。听长生语气里透着一股愤怒悲伤，江明宏心中悠悠地叹了口气。也许这就是姐夫不喜欢素娘的原因。不过为了避免长生气愤之下做傻事，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时间飞逝，转眼就是半个月。3月21，枣林胡同。怎么了？来，我给你把把脉。谢渊压下了心中翻涌的情绪，声音低沉而又温和，唯恐惊到他。夫人，你鬼水是不是没有来？听过这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江明月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倏的一下睁开双眼，猛地站起来，疾步往男人身前走。别急，慢点走，小心不要摔着。相公，我亏水1个半月没来了，我是不是有了？你快帮我把把脉吧。好好。谢渊小心翼翼地扶着妻子进了正堂。
院中的苹果几人对视一眼，欢喜地笑了起来。正堂内，江明月看一炷香过去了，男人还在为他把脉，不由得眉头紧蹙。不是，我把不出来，咱们去医馆。现在栾伯父说不定已经休息了，明日再去也不晚呢。他还没有休息。哎，即便休息了，他也会将他叫醒。马车内，江明月坐在男人的怀里，低头看着自己平坦的小腹，他有些愣，又有些迷茫，还有点莫名的期待和开心。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还没有吃饱。西渊这才后知后觉，晚饭他们刚吃了一半就跑了出来，确实是他考虑不周了。等栾伯父把了脉，我带你下馆子，想吃什么？酸辣面，再配上一盘糯米莲藕就更好了。好。说起来，妻子这段时间食欲比之前确实好了很多，一副总是吃不饱的样子。他还真是蠢呢，竟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在想什么？在想你近来很容易疲劳，闻不得刺鼻的味道，不爱吃油腻的，喜欢吃清淡一点的饭菜。这一切的种种，明明已表现得很明显，我竟一直都没有观察到。听到丈夫语气里带着些许自责，我癸水没来，我都没反应过来呢，更何况是你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没有经验，下次就好了。谢渊轻轻地了一声，大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妻子肚子上。虽然还没有让栾姨把脉，但他已经可以肯定，这里面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是他和明月的骨肉。这种感觉甚是奇妙。前3个月要多休息，不能累着，往后都不许做衣裳了，知道吗？你还得禁欲。突然觉得孩子也没那么香了。秀爷，哎，快进来吧。周秀娘主动拉住了江明月的手，二人之前已经见过3次，对彼此都不陌生。因为栾毅的缘故，她是完全把江明月当成小辈在看。周秀娘虽然守寡多年，但性格开朗又乐观，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她和栾毅的亲事已经定了下来，5月初6的正日子。二人到了这个岁数，自是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周秀娘现在都是天天做好了饭，提到医馆，随着栾毅一起吃。你们这时候来，可是出了什么事儿啊？来请你给明月把把脉。栾毅闻言，瞬间慎重了起来。你媳妇咋了？她今儿个害喜，吃不得油腻的东西，想让你看看是不是需要开点药调一调。确定这不是来臭显摆的？谢渊跟我学了那么久的医术，还不知这种情况根本无需吃药。不过想到他这么大年纪才做爹，也怪不容易的。栾毅还是没有说其他的。身体挺健康的，平日要多休息，不要劳累即可，不用吃药。江明月闻言欢喜地望向了谢渊。相公，咱们要做爹娘了呢。此时的谢渊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想到他和妻子的孩子很快就会出生，只觉得身上的担子瞬间重了许多。确诊了也就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毕竟妻子还饿着肚子呢。伯父伯母，我们改日再来看你们。成，改日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谢渊点点头，扶着妻子离开医馆，带着妻子去吃了酸辣面和糯米莲藕，这才回家。相公，我们有孩子了，你开心吗？开心，我很开心。明月，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这般的开心。我也很开心呢。你猜是男娃子还是女娃子？你喜欢男娃还是女娃？只要是咱们的孩子我都喜欢。我希望这一胎是个女儿。都说女儿是爹娘的小棉袄，到时候我教她穿衣打扮，女工之类的，你来教她读书，为人处事的道理，可好？谢渊轻轻地了一声。这一晚上，夫妻二人天马行空聊了许久，将他们孩子的一生都安排好了。直到江明月犯困，这二人才止住了话题休息。第二天，二人原本去京都的行程因为有喜的事情就这样取消了。而从这天开始，江明月开始了磨人的孕吐生活，不吃饭，吃了就吐，而且对吃的特别挑剔，
饭菜不合口也吐，然后就是整餐都吃不下。谢渊看他这样，又是心疼又是担忧，但他也知道孕吐是正常不过的反应，还没有办法调。他能做的就是和素娘商量，今日做什么菜，明日吃什么，就是为了能让他尽可能的吃进去一些东西。谢渊照顾妻子之余，还不忘记给岳父岳母写信，将这一好消息传递给他们。他相信，等他们收到信时，一定会像他一样的开心。爹，你今日休沐啊？快进来。女婿怎么没随你一起来呀？四叔那边走不开，他就没有过来。屋内听到动静的沈娇娘走了出来，陈富贵留着母女二人说话，出门买肉去了。而沈娇娘和女儿说了一会儿闲话之后，她问道：你可向女婿打听那位江明红的事了？买完肉回来的陈富贵听到这话，突然就停下了脚步，悄悄地往床边走了过来。打听了，说来还真巧，江明红也有一位姐姐，和表姐的名字一模一样。陈富贵脸色微微一变，提着肉就进了屋子。沈娇娘望着推门而进的人，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慌乱，双手紧握手帕，然后又松开。娟儿，你刚才说什么？沈娇娘一把抓住了女儿的手，冲她小幅度地摇了摇头。陈娟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不由得紧蹙眉头。而妻子的小动作，陈富贵尽收眼底。他深吸了一口气，压下了翻涌的情绪，看着女儿，用自己最温和的声音道：告诉阿爹，到底是怎回事？这关乎着咱们一家的存亡。陈娟一听这么严重，哪里还敢隐瞒呢？当即将自己打听到的事情给阿爹说了一番。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陈富贵可以肯定地说，落户在宛平的江明月姐弟就是姜文的一双儿女。可既然他们已经来到了宛平，为何不来投奔他，也从未和他传过音信呢？娟儿，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现在是林氏，你爹爹的话你不可全信。当初虽艰难，但也没有到他说的那一步。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家里的事你只当不知，往后跟着女婿好好的过日子，无事就不要过来了。娘，别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时候不早了，快回去吧，省得女婿担心。沈娇娘望着离开的女儿，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这才回家。娟儿走了。娟儿怀着身孕，你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她。娟儿万一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向女婿交代？咱们的女儿不是傻子，即便咱们不说，你以为能瞒得住她？江明红的事，你之前为何不告诉我？之前我还不敢确定，只以为是同名同姓之人。再则，他们现在是宛平人，对咱们没有任何的妨碍。咱们的日子刚太平一些，我不想你再忧思多虑。如果他默默无闻，自然不会妨碍到咱们。可是他现在参加了科举，一旦榜上有名，京都皆知，咱们就危险了。沈娇娘闻言，心头猛地一跳，双眼死死地盯着陈富贵。你想做什么？什么时辰了？辰时出。少顷，帮妻子梳头的时候，他温声道：早饭过后，我需要回一趟宛平。可是有什么事情？再带一些书来。再就是齐永思的身体有些弱，需要调理。之前给素娘配的药，她也快吃完了，去抓一些药来。哦，需不需要我陪你一同回？不用，我中午就回来了，到时陪你们一起吃午饭。江明月轻轻地点了点头。四人用过了早饭，江明红、齐永思回到了书房。胡同外面，谢渊看着妻子温声道：既出来了，不妨逛逛再回去。他天天这样待在家里，谢渊很担心他会无聊会闷。江明月双眼先是一亮，紧接着又摸向了自己肚子，问道：可以吗？谢渊从怀中掏出了药囊，可以带上这个。谢谢相公。别逛太久哦。相公快走吧，我等你回来吃午饭。谢渊点点头，上了马车。江明月看人走远了，然后就带着苹果在街上闲逛起来。轩叔，这时候来可是有什么事？按照少爷的吩咐，我一直都在派人暗中监视陈富贵。昨日里监视他的小乞丐告诉我，清晨陈富贵偷偷跑去了贡院。他在榜单前站了许久，巧的是这段时间陈娟已回京3次。江明红的眼中暗芒一闪，看来他也知道了我和姐姐的存在。少爷，咱们要早做防范才行啊。江明红沉思片刻之后，对江平低语了起来：少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咱们可能被人跟踪了。
江明月闻言，心中微微一凛。确定吗？8九不离10。夫人，你先走，我去引开他。好，你小心点。江明月很清楚，以他现在的情况，留下来只会拖累苹果。慢点儿。你怎么来了？咱们先回家。路上，他将被人跟踪的事情告诉了弟弟。闲逛期间，你们可有遇到什么人？我也不知。江明红扶着姐姐走进了正堂。苹果应对这种事也有经验，姐姐放宽心，他们想必一会儿就回来了。我感觉京都这地方有点克我，只要出门了，总会遇到不好的事情。你就不要自个吓自个了。不过姐姐近来害气严重，的确不适合出门。这段时间就好好待在家中养胎，等胎位坐稳了，不害喜了，我和姐夫再陪你好好的逛逛。就在江明月等得有点着急之时，院门突然响了，紧接着赵山苹果走了进来。没事吧？如果不是想调查是谁跟踪咱们的，我早就回来了。可调查出来了，跟踪咱们的是天仙楼的伙计。江明红是知道天仙楼的，这是京都很有名的首饰铺子，也知道天仙楼的东家名唤梁光，乃是二皇子的人，是个很懂得琢磨上意之人。难道二皇子见过了姐姐？想到这种可能，江明红心中猛地一跳。你们怎么会去天仙楼？我和苹果逛街的时候，有一小孩。江明红知道有一小孩撞到了姐姐，吓了一跳，关切地看着他。身体可有不适的地方？无事。一会儿姐夫回来了，让他给你把把脉。江明也知道不把脉弟弟是不会安心的，他答应了下来。你们在天仙楼中可有遇到什么人？我们买完首饰就出来了，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人。难道是我想多了？想来也是，二皇子可是个大忙人，见他现在和大皇子斗得不可开交，想来不会去天仙楼。在这世上怎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姐姐出门一趟就能遇到二皇子。我知道了，安全起见，后天你们就不要去天仙楼了，到时我和姐夫去取金钗。好。到中午的时候，谢渊带着2箱书外加一些药草回到了青石胡同。我回来了。抱抱。正合他意，谢渊伸手就把媳妇儿抱进怀里，抱着她香纤软软的身体，闻着那清新淡雅的幽香，他心中无比的满足。谢渊抱着妻子走到床榻边坐下，温声道：我给你把把脉。怎突然想给我把脉了？可是小红跟你说了些什么？清晨逛街都发生了何事啊？其实江明红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他给明月把把脉。相公，我把你送我的金钗弄坏了。没有关系，回头我再给你买。相公，你真好。谢渊看他缩在怀中，像没骨头似的人儿，低头轻轻地亲亲他的薄唇。还有吗？江明月像倒豆子似的，将天仙楼的伙计跟踪他们的事情仔细给谢渊说了一番。无缘无故，天仙楼的伙计怎么会跟踪妻子呢？我以后都不出门了，即便出去要跟你们一起了，太不安全了。别怕，有我们呢。不过近来你孕吐的厉害，待在家里好好养胎也可，等胎位坐稳了，我再带你出去逛。江明月乖乖地嗯了一声，他发现他真是越来越喜欢黏着谢渊了。上午的事你可都知道了？姐姐也给我说了，咱们要不要查一查天仙楼？是要查一查。你好好温习，这事儿你就不必插手，我心中已有计较。天仙楼的东家姓梁名光，是二皇子的人，很得他的器重。听江明红这么说，谢渊有些诧异，这些消息他是从何得知？江明红虽然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二皇子，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提醒了姐夫一句。这些年梁光为二皇子献了不少美人，他深知二皇子的喜爱。谢渊眯起了双眼。我知道了。早上姐夫离开不久，平叔就来了。可是有什么事？陈富贵已知道了我和姐姐的存在。从何处得知？陈娟，因为假江明月的事，他或许会找上门来，或许会对我出手。我将周斌派到你身边保护你。江明红并没有推辞，于根的武艺虽好，但脑子没有周斌活，有周斌跟着他出门会更安全一些。姐夫这里，我还有赵山呢。二人商量妥当，一并进了书房。怎么不认识了？是谁家风神俊朗的儒雅小相公？说着就对男人的薄唇亲了亲。好看。江明月额头抵住他的额头，鼻子轻轻地蹭了蹭他。好看，好看到我都不想放你出门了。
太不安全了。那我就不出门了。江明月闻言笑得眉眼弯弯。二人在卧室里腻歪了一会儿，差点擦枪走火。江明月看天都快黑了，这才松开了谢渊。快去吧，我等你回来吃饭。好。谢渊说着亲了亲媳妇儿，这才离开。贵客临门，我天仙楼真是蓬荜生辉呀。你是？我是天仙楼的东家。哦，原来是梁东家。梁光微微的一惊，这人是什么来头？竟知道？贱民进入了公子之耳，实在是小民的荣幸啊。不知公子如何称呼？我姓谢，在家排行7。梁光回想了一番京都有头有脸的权贵，难道是谢侯府的人？原来是谢七爷呀。不知谢七爷今日来天仙楼想买点什么？前天我夫人的钗坏了，我准备再给她买一支钗。哦，谢七爷请随我来。谢渊看着梁光拿出来的几个钗子，就知道他又在试探他。他伸手在梁光的注视下选了一根最贵的。七爷眼光真好，这支钗是师傅刚做出来的，只此一个，贵价240两。我给七爷打个折，七爷只需给100两即可。希望您往后能多光顾一下小子的店。我还需取一根钗，这是票据。本来我夫人准备今日来取，顺便再逛一逛。不过近来京都实在不太平，我怕她再受到惊吓，就没让她出来。我看这里的治安真的要管一管了，梁东家以为呢？谢渊话语虽然依旧温和，甚至连脸色都没变，但梁光的背上却是沁出了一层冷汗。这谢七应该是知道自己派人跟踪他夫人的事儿了，此事一个处理不好，恐怕会招惹祸端的。我看这里的治安真的要管一管了，梁东家以为呢？您说的不错，这治安的确要管一管了。我想往后这条街上应会太平许多。他亲自从掌柜的手中接过已经补好的金钗，将2根钗子双手递给了谢渊道：令夫人在我们这条街上受了惊，实在是我天仙楼的罪过。这钗就当是我天仙楼的一点心意，送给夫人压压惊。谢渊看着递过来的钗子，故意等了一会儿，看梁光逐渐忐忑起来，这才接过来。怪不得大家都说梁东家会做生意，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天仙楼这份心意，我就代我夫人收下了，替我给你主子带声好。一句话让梁光脸色大变，他抬头望着离开的人，心中是又惊又怕。此时的他只觉得有些庆幸之前的事情了结了，要不然即便主子想保下他，恐怕往后也不会再重用他。至于宋美人巩固富贵的想法，瞬间被他掐灭了。拿回来了吗？谢渊掏出锦盒递给了妻子。你给我买的？天仙楼的人送的。你还真将他们吓唬住了？怎么能说是吓唬？我这个样子不像是贵人吗？不是像，我相信相公以后一定会成为贵人的。为了你这句话，我也要努力才行。5月初，陈富贵随着同僚走进了一家酒馆。半个时辰之后，江平看着醉醺醺走出来的2人，对身边的人说：去吧。那妇人点点头，朝陈富贵走了过去。第2天，陈富贵头痛欲裂的醒来。爷，你醒了？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想喝果茶了。谢渊抬手温柔地理理妻子的乌发。一会儿回家了就给你做。2人说话之时，谢渊看着栾毅忙完了。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这2日正是忙的时候，你怎还没有关铺门？我原本的打算呢是下午关门，之前我和秀娘商量过了，并不打算大办，所以倒也不算太忙。客人咱们可以少请一点，但又热热闹闹的办喜事儿。栾伯父，就按照相公说的做吧，人生大事不要让自己留遗憾。再则，秀婶婶身份特殊，必须要大办。栾毅想到周秀娘，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同意了。他不想让她受委屈。喜服、花轿、喜事班子、做菜师傅这些你可都找好了？喜服、花轿、做菜师傅我都已经找到了。喜事班子呢，原先并不打算请，所以就没找。再就是我还没有想好邀请哪些客人，迎亲之人也还没找。谢渊闻言和栾毅商讨起来。江明月喝着茶听2人商讨完，知道接下来谢渊、栾毅都有的忙。我先回家了，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栾伯父这边你多上点心啊，将事情帮着他办好。好。
我恐会很晚才能回，你不必等我，累了就早些休息。谢渊亲自将媳妇儿送出了药铺，扶着她上了马车，叮嘱了周斌几句。看着马车行远了，他转回身来：咱们分头行动吧，我先回村请几个人来。成。再说枣林胡同，陈娟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望着谢家，他停下了脚步。夫人，小心点儿。苹果轻轻地拍了拍主子后背。夫人，可舒服一些了。咱们回家吧。陈娟望着离开的二人，想到了父亲的叮嘱，最终还是开了口：谢夫人。原来是林夫人啊。你认识我？我曾参加过你和林秀才的喜宴，也曾和闹洞房的人一起进过新房。原来表姐早就见过他了。那他们姐弟既然已经来到了宛平，为何一直没有去他家拜访呢？想到爹爹做的事情以及母亲的提醒，陈娟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陈娟有太多的话想要问江明月，可是话到了嘴边，她又咽了回去。林夫人是途经这里，还是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呢？我是来拜见谢夫人的。相公时常在我面前提起谢举人，说举人老爷帮助他良多，我们夫妻二人都十分的感激你们。我早些时候就想来拜见谢夫人了，只不过之前家里忙，我身体又有些不适，一直都没能抽出时间来，也就拖到了今日。一个人有没有在说谎，江明月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如果陈娟是专程来拜见他的，出于最基本的礼数，又怎么可能会空手而来呢？江明月猜他来枣林胡同应该是临时做的决定。林夫人不必如此客气，相公与林秀才同是寒门子弟，又在同一个私塾共事那么久，理应相互帮助。林夫人，咱们家里说话。林婶，小菊近来可好？劳你记挂，我婆婆小妹都很好。陈娟放下茶，想起背篓里卖剩下的还有一些豌豆糕，拿出来递给了江明月。自家做的，还望你不要嫌弃啊。林婶做的豌豆糕乃是一绝，我最是喜欢，又怎会嫌弃？林婶近来可有摆摊？婆婆眼神不好，我和相公都不愿意她再操劳，就没有再让她摆摊了。不过早前我已经跟着婆婆学会怎么做豌豆糕了，近来都是我一直在摆摊。二人闲谈的时候，陈娟细细打量了一番表姐，她自认为自己长得不算差，在柳港胡同附近也是数得着的标致人，可是与表姐比起来，她是自愧不如的。恐怕也只有像表姐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举人老爷的垂爱。敏感如江明月第一时间就察觉到陈娟在打量她，她只当不知道。听我婆婆说，谢夫人是江南人士，因家里落了难，特来宛平投奔亲人呢。如果说江明月之前还只是猜测，那她现在已经可以确定，陈娟应该已经知道她身份了。江明月轻轻地点点头。那你可有找到亲人？我婆婆相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宛平人，这乡里乡亲的就没有他们不认识的，也许我们可以帮助夫人找到亲人。林夫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不用了。为何啊？我爹娘犯的事情有些大，我并不想拖累他们。陈娟闻言微微的一愣，竟是这种原因，所以表姐才没有投奔他们吗？一刻钟之后，陈娟告别了江明月，离开了枣林胡同。他这是已经知道了夫人和少爷的身份了吗？8九不离10。那咱们是不是尽快将这个消息告诉爷和少爷呢？晚间相公回来了，我给他说说，看他怎么说。可是吵醒你了？没有，今日姨丈的女儿陈娟来了，她应已知道了我的身份。此事我和明慧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谢渊将事情简单给妻子说了一番。江平进京后一直都在监视陈富贵，他可会对咱们不利？我和小弟也有对应之法，别怕。很晚了，睡吧，一切都有我们的。明月闻言，整个人放松下来，乖乖地闭上了眼睛。一会儿过后，谢渊看妻子睡着了，轻轻地亲了一下她额头，陷入了沉思之中。解决陈富贵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现在留着他比解决他对他们更加有用，就看他识不识趣了。林家村，饿了吧？给你留了包子。辛苦娘子了。今日我去县里碰到谢夫人了，还和她闲聊了一会儿。谢夫人人真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不知谢举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啊？谢举人外冷心热，他还在私塾教书时指点了我许多，那段时间我受益良多。只可惜要参加今年的会试，他已不在私塾教学了。不然有他的指点，3年后乡试我必将榜上有名。
谢举人才学那么好啊？谢渊是我此生最为敬仰之人，也是我为寒门学子的楷模。林寒山简单的把谢渊的事情给妻子说了一番。如此说来，谢举人还是位天才。不错，他不仅天赋出众，还极刻苦。那岂不是说今年的会试他一定会中榜？别人我不敢肯定，但他一定是十拿九准的事。陈娟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心思瞬间活络起来。第二天，谢渊陪着媳妇一同用过早饭，亲自给她熬了一些果茶，这才出门。与此同时，陈娟离开了宛平，回到了京都。不是说让你跟着女婿好好的过日子，以后都不要来了吗？娘，昨日里我见到表姐了。她可知道你的身份？陈娟轻轻地摇了摇头。你表姐是个什么样的人？表姐是一个很温柔、很漂亮的人，我们相谈甚欢。期间我还试探性地问她可有找到亲人。她是怎么说的？她说她不愿意找，说大姨他们犯的事情有点大，怕连累咱们。沈娇娘闻言，心里只觉得很是好笑，真是难为了丈夫想了那么多理由，自己心思多，就把别人想的和她一样多。娘，你要不要见一见表姐啊？沈娇娘虽然很想见一见这位从未蒙面的外甥女，但是犹豫片刻之后还是拒绝了，她没脸见他们。娘，我想认下表姐，和父亲无关，是因为……她当即将谢渊的事情给母亲说了一番。臂膀上有名，相公是这样说的。你和女婿单独认下这门亲事，如果你表姐问起我们，你就说我和你爹都被人监视了，不便和他相认。再就是你不要主动跑去相认，让女婿先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等着急了吧？客人都走了，还有几个都是栾叔的朋友，他足以应付。江明月看男人摩挲自己脸，眼中都是深情，双眼环视了一眼四周，看四下无人，小小声地说：“要不要亲亲啊？”谢渊目光瞬间幽深了一些，头低头吻了下来。可有熏到你？谢渊虽是早有准备，但是也喝了不少酒。江明月轻轻地摇摇头，看着男人近在咫尺的薄唇，主动踮起脚尖又亲了亲他。谢渊的呼吸瞬间急促了一下。咱们先回家吧，回家再好好的亲。谢渊伸手牵媳妇的手时，这才发现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油纸包。是什么？是南瓜糕，我特意给你带的。想着你要陪客，应该没有吃多少东西的，要不要尝尝？谢渊心中慢慢的涌起了一股暖流。是不是很好吃？你可喜欢？喜欢啊，我席间吃了3块呢。还吃了些什么？肉末鸡蛋豆腐和银耳南瓜小圆子。可吃好了？谢渊将这2道菜记在了心间。吃好了，而且今天宝宝特别的乖，都没有闹腾我。谢渊闻言，将手轻轻地放在了妻子小腹上，温声夸奖了孩子几句。相公，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父亲的。你也是，你会是个温柔又耐心十足的母亲。翌日，天刚灰蒙蒙的亮，谢渊已经起了床，正欲去洗澡，陈荣走了过来，低声对他耳语几句。林寒山来了。想到陈娟之前来扫灵胡同的事，谢渊微微地挑了挑眉。他们是想认下这门亲事。这陈家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只可惜了林寒山呢。我知道了，暂不用理会。陈大人，咱们聊聊。陈富贵看着面前的人，心虚的同时又有些头疼。不过人已经找上门来，再躲是躲不过去了。可陈某玷污了娘子清白，罪该万死，还望娘子恕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愿意为娘子办2件事。了解之前的事，娘子意下如何？我不需要陈大人为我做什么事，我只需陈大人不是了就多来陪陪我。陈某已有家室，且和夫人伉俪情深，还望娘子不要为难陈某。伉俪情深？陈大人那日的表现可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哦。那是因为陈某喝酒了。你要是真喝醉了，就不会那般凶猛啊。奴家直到今日才养好身体，不过我喜欢。我观娘子是个聪明人，应该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娘子若再纠缠，对咱们都不好。哎呀，我好怕呀！陈大人，这是在威胁我吗？此时的他有些后悔了，应该调查清楚他底细才来的。怎么能是威胁呢？而是劝告。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听的就是劝告。当然我也不是吓唬大的，陈大人如果是6品5品，奴家说不定真的会怕。听说陈大人近来和大皇子的人来往甚是频繁，不知你们平日里都聊了些什么呢？我家二皇子甚是感兴趣呢。他竟是二皇子的人。江明红听了江平的禀告，心情颇好，夸奖了一句：不错。今世他要让陈富贵家破人亡。都是少爷指点有方的缘故。江平也没想到陈富贵看着那么精明的一个人，竟就这样上钩了。接下来就让柳如花多去见见小安子，绝对不能让陈富贵起疑心。是。江明红送走江平，唇角轻勾进了书房。袭人抬头瞥了一眼心情很不错的小舅子，看来他背着他们做的事儿有了进展呢。看江明红在齐永思身边坐了下来，袭人随之看了一眼齐永思。之前他以为齐永思祖上应该是出过读书人，只不过现在落魄了。可是这一次回宛平询问过老族长，知道了齐家村的事情，这位少年郎的身世恐怕不简单呐。袭人收回了视线，抬头就见素娘挎着篮子又出了门。他家里的这些人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呀。怎么了？你是我林家父，以后无事就不要回京都了。林寒山并不是优柔寡断之人，做出决定之后第一时间就将自己态度摆了出来。是好好的，你怎么这么说呀？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林寒山看妻子这样，就知道他应该早已知道，说不失望那是假的。我都知道了，岳父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你如果还认自己是林家父，还愿做我的妻子，就听我的，以后不可再回京。林寒山看着泪流满面的妻子，叹息了一声，起身将她抱进了怀里。虚实半，当谢渊回到他的卧室的时候，看了一眼斜靠在床榻上的小妻子。怎还未睡啊？咱们的孩子说爹爹没回来，睡不着。爹爹回来了，宝宝早些睡吧。宝宝睡着了，还跟爹爹说了晚安呢。谢渊脑海之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奶娃娃，奶声奶气和他说晚安。这个场景让他眼神里慢慢的多出了些许的慈爱的光芒。相公，素衣近来频频出门，我有些不放心，咱们是不是派个人暗中保护他呢？不用，在京都他只要不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不会有危险。江明月听了这话也知道了，这个家里恐怕没有谢渊不知道的事情。今日素衣请假，特意去了一趟上清关，不知是故地重游还是见什么人去了。这媳妇儿是桃他话呢？都有。看着妻子睁了一双大的桃花眼，一副你快说的表情，谢渊指了指自己嘴唇。江明月心领神会，仰头亲了亲他的薄唇。谢渊满意了，这才开口：上清观中有一位名唤长生的道长，他和素娘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感情极深厚。素娘今日去上清观，应该就是为了见他。哦，也不知他见到没有？没有。你怎知？长生道长可不是普通的道长，他乃是观主的小师弟，在上清观的地位极高，且平日深居简出的，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到的。明日就进入6月了，这段时间明红、齐永思也辛苦了，我打算明日让他们休息一天歇一歇，你觉得如何？可以啊。他双手捧住两人的脸，吧唧一下亲了一口。不光他们辛苦，相公也辛苦了。明日我带你去大相国寺游玩可好？好呀，相公真好。北罗胡同，沈娇娘进来则是有些不安了。娟儿已经大半个月没来了，按理说无论她有没有和明月相认，都该过来和她说一声才是啊。现在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沈娇娘越想越有点坐不住。宛平距离京都并不远，她打算去林家村看一看女儿，只有亲眼瞧过她才能安心。黄昏，怎么了？我听小菊说你不舒服，可找大夫看过了。他们都知道了。什么都知道了？你做的事他们都知道了。陈富贵的心中咯噔一声。谁都知道了？女婿明月、明红他们都知道了。陈富贵有了片刻的慌乱。江明月二人既然已经知道，那姜文应该也知道了，可他为何还要配合自己呢？江明月二人为何没有拆穿他呢？这一瞬间他想了很多很多。
知道就知道了。你就不觉得羞愧？你可知女婿再也不许娟儿登门，而明红和明月的夫婿都是极有前途之人。趁着现在还没有酿成大错，我们去见明月、明红，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一定会原谅咱们的。你罢手吧。娇娘，你可知上船容易下船难？我走到今日这一步，已无法再回头罢手，只能将错就错下去，不然咱们一家人都得死。这些他又岂会不知，只是抱着一丝侥幸罢了。娟儿那边你不必担心，我会和女婿聊聊，绝对不会让他欺负娟儿。明月、明红那边呢？我不会伤害他们，且会抽空和他们见上一面。为了他们和咱们的安全，江明红以后不可再入京。如果明红不同意呢？他们会同意的。沈娇娘看着一脸冷漠的丈夫，第一次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你变了。人都是会变的，况且我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小家。你当真是为了我们？沈娇娘双眼死死地盯着陈富贵。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应该心知肚明。这一晚，二人再次闹得不欢而散。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陈富贵摔门而出，彻夜未归。夫人，生辰快乐！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我都能为你庆祝生辰，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谢谢相公。姐，生日快乐！姐姐，祝你生日快乐！江明红二人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他。谢谢弟弟，谢谢永嗣弟弟。江明月收好了礼物，举起果茶，看着三人。咱们碰一杯，谢谢你们让我如此的幸福。我感觉胃口似乎好了很多，可能明天就不会再害邪了。今天不说明天的话，明天再看。你就不能盼我好呀？谢渊低头亲了亲妻子的嘴唇。如果我盼你好有用，我肯定天天盼你好。那样的话，他也不至于难受到现在。以前的衣裳越穿越宽松，两只手腕也是越来越细，他看在眼里，心里不知有多么的心疼。我要是不害喜，你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费心了。为了能让他多吃一口饭，希渊这些日子没少费心思，这些江明月都看在眼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费心思也不光是因为你和孩子要吃，我也要吃呀。别想那么多，知道吗？很晚了，洗漱休息吧。好。你给我准备什么啦？明月很是好奇，谢渊顺手把锦盒塞进了枕头底下，抬起妻子的下巴，轻轻地亲了一下她粉唇。你讨好我，我就告诉你。相公想让我怎么讨好你啊？说完也不等谢渊回答，凑在他嘴唇上亲了一口。相公，这样可以吗？谢渊可没有忍住，回吻了过去。他的吻温柔而又缠绵，情动之时，江明月恨不得将自己嵌入他怀里，贪婪地吸取了属于他的气息。妻子这样的主动对谢渊来说简直是无法抵抗的诱惑，情丝逐渐交缠在了一起，二人的气息也逐渐急促而渐重。相公，明月，3个月后就可以了。明月，明月，相公。醒来天已大亮，谢渊已经不在身旁了。知道他应该是陪着弟弟和戚永嗣在读书，江明月在床上又躺了好一会儿，这才起床。我交代你的事有进展了。青年点点头，与他身边低语了几句。不错，院士是初8，今日已是初3，他们紧绷了那么久，再过2天肯定会出来放松放松，到时你的机会也就来了。陈爷放心，我保证将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